还什么天颜不容直视，偏要站在这破面上，看看什么样的脸是我不能直视的。既然你自寻苦果，那我便给你这个机会，我允许你这样。我死后若有贵人前来养我，千万不要。别说，千万不要妄图看他的。老爷子那半句没说完的遗言，知道不会是看小姐的真容吧？杨长风，到现在了，你还拿我当傻子耍？他都已经找上门了，把我这个当家主母的身份往地上踩，你还要护着他？杨长风，你别担心我了！到底在胡说什么啊？装神弄鬼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在我这个正妻面前耍小聪明的下场。啊！不要摘！这面纱呢？我已经摘了，也没出现什么我承担不了的后果呀。来人，这个给杨长风当小三的贱人，给我给我打死！一模一样，小姐，真的是小姐。她真的是小姐啊！那夫人刚刚摘掉她的面纱，还诬辩她跟老家主是那种关系，那岂不是满口误会？你们怎么敢把小姐误会成你们可真是老娘养的好儿孙啊！准备做的挺足啊！现在整容化妆的骗子多了去了，你们还真信了？闭嘴吧！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护着他？这面纱我已经摘了，什么后果，什么报应，我一个都没有看见。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还有10年。妈，她好像真是小姐，你快别说了。我都说了，她不是小姐。10秒是吗？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诸位，我就好端端的站在你们面前，连根头发丝都没少，别说10秒了，就算是10年我都。你的脸！这是万寿朝拜，万物俯首，是小姐，小姐她醒了，小姐，小姐，您这是？腐木煞气汇聚，而我一睡便是100年。再醒时，当天第一个见我真容者，会被瞬间夺去100年生机。多谢小姐提醒。都这把年纪了，便别跪了。当时见你还是20年华，没想到再睁眼时，已经如此年迈了。你又何苦独自苦守古墓100年，只为等我醒来？能在油尽灯枯的时候，让小姐见上一面，我老奴啊，万分荣幸啊！也罢，你有心了。那就再陪我100年吧。多谢小姐赐上。杨朱孙魏4家后人何在？小姐，100年前
是您出手庇护这四族，他们曾经许诺会将最优秀的后人送来给您当仆人，以还救命之恩。可我等到现在，至今没有等到他们的后人。如今100年已过，他们如果再不兑现承诺的话，恐怕他们四族便会大难临头。他们四族恐怕还不知内情，还真以为小姐只是想要人过来伺候你呢。他们不敢回我的约，应该另有隐情。随我去一趟杨家吧。这途径是怎么来的？100年前，杨江红曾承诺小姐会将族中最优秀的后辈送往南山为奴。现如今时间已到，小姐将前来杨家收回承诺。什么？杨家需大开府，身穿黑衣，齐跪大礼，于今日正午迎小姐进府。父亲，你用续命药吊着一口气10年，饱受病痛，一直不肯离世。今天上午，你那一口气终于咽下，活了120岁，也算是喜丧。爸，您走好。老太爷走好。家主，什么事？刚刚我在门口守灵，这封信突然就插在了门上。信上说，100年前老太爷答应过要将杨家最优秀的后人送到南山，给一位小姐为奴。今日正午，他要来杨家收回承诺呀。多年前爷爷确实说过，我是他最优秀的后辈，等我成年之日，就将我送给小姐。也罢，我杨家没有这福气呀。爷爷，虽然我身患隐疾，但并不妨碍我为奴为仆啊。可因为我身患隐疾，一直没送去。感觉去当奴仆只是爷爷的说辞，他就是想让我去给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婆婆去当男主。放肆！子怡是我们最优秀的儿子，怎么能给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女人当奴仆？更何况……不可妄议，爸生前并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，更没有提及要将子怡送给……等等，你说要将子怡送去哪儿？南山。南山？这真要送不了，是不知道啊。真的假的？老太爷在卧病之前，曾在每年的7月7号都会携带重礼去南山一趟。莫不是那位神通广大的小姐就住在南山？小姐？是啊，老太爷曾经说过，我们4家能够昌盛100年，全靠这位小姐的扶持啊。不错，爸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小姐一面。如今他老人家已经过世，我也不确定送子怡为奴的承诺是真是假呀。老爷子最疼爱子怡，怎么舍得让他给人端茶倒水？依我看呢，哼，这送信来的肯定是个骗子。哎，妈，既然是以小姐的名号来的，不管是真是假，都不可拒之门外。已经正午了，速速去开府门。是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若想进杨家，对我来说不过是无人之境。这么年轻，穿得这么精快，这哪像是山里出来的，倒像是城里面教养的金丝雀。哎呀，你起来，别烦我。什么小姐？我看是你在外面养的情妇吧。如果爷爷口中的小姐长成这样，那让我当男宠也不是不行。别！不是我想什么呢？
好冷啊！哎，我怎么跪下了？初入杨家如无人之境，跟他对视，竟有一种心悸的恐惧感。莫非她真是爸口中的那位活了不知道多少年岁的小姐？长风对老爷子孝顺，他是不是情妇，试一试就能确定。长风啊，你看看他，半点规矩教养都没有。今天是老爷子的丧礼，他一个客人，连根香都不点就坐下了。让小姐给他点香，你们杨家受得起吗？连个香都舍不得让这个贱人点，难怪你这么维护他，原来是想借着小姐的名义接你的情妇入门呢。爸年轻时确实认过一位小姐为主，但这100年来，这位小姐销声匿迹，杨家无人见过。你是不是忘了，老爷子的书房里藏着一幅画像，那画上画着小姐的容貌。我只是需要确认您的身份，去将书房的画像取来。是。何必这么麻烦？唤醒他，一问便知。我一睡便是100年，你又何苦强行续命，吊一口气只为见我？也罢，便让你再见我一面，就当全了我们主仆情谊。安着。我家老太爷生前遭受数年折磨，不肯咽气，如今寿终正寝，也算是喜丧。在没有看到画像确定你的身份之前，不能让你惊扰到他老人家。还在装，想借着小姐的名义把这个情妇光明正大接进门供着，你做梦！等画像来了，我看你怎么死！各位族老，你们怕是忘了一件事。你说你是老太爷的主人，可据我所知，那位小姐神通广大，无所不能。而你呢，从进门开始一直以面纱遮呢。你是冒充的。放肆！小姐行事岂容尔等妄议？还在这里，大白天的用面纱遮你，不是冒充的，就是毁容。诸位，无论是哪一个，他都不会是小姐。如果小姐真被毁了容，那我是不是有可能从男宠升为正宫啊？真是气煞老夫我了！杨老头怎么教出你们这群不长脑子的后代，敢这么对小姐出言不逊？你们也不怕她死不瞑目吗？我看是你们死到临头还在装吧。可惜今天有画像在，你这情妇休想全身而退。你要不是心里有鬼，大白天蒙个面纱干什么呀？古墓煞气汇聚，而我一睡便是100年，再醒时，当天第一个见我真容者，会被瞬间夺去100年生机。哼，我就说嘛，这早不来晚不来，老爷子一死你就来了，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金丝雀，想飞进豪门当凤凰也就算了，还想让我儿子跟你当奴隶，你也不看看！怎么了？你大好剑，杨长风，现在已经确定她不是小姐了，还不让她赶紧滚出杨家！家主，夫人，画像拿来了。画像给我。这画像里就是小姐的真容，你的身份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家主，这画像中的小姐，外形跟她的确有几分相似啊。不错，从音容相貌上看，确实和这位姑娘很像。但是她一进门就面纱遮脸，我们看不清她长什么样，实在不能确认到底是不是小姐。看不清怎么认啊？现在画像已经拿来了，你也是时候把脸上面纱摘下来，让我确定身份了吧？今日我这面纱不能摘。哼！小姐说了，今日面纱不能摘。一条狗腿子也敢拦我？你这么紧张的阻拦我，
是怕他被我戳穿了真面目，你们被我杨家乱棍打死。无知小辈，小姐在古墓中沉睡100年，她醒来当日容颜聚集煞气，我怕你没这个命承受目睹天爷的后果。你们两个一唱一和的吓唬谁呢？这面纱我今天摘定了，让你看看你是有多见不得人。不知所谓，跪下！张嘴！你这做了什么？杨家与我主仆一场，你现在悔过，我可以破例饶你不死。还破例饶我？哼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以为用这种吓唬人的下作手段就能吓退我？我还偏不信这个邪了！够了，别再闹了！我闹？我还没死呢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把他接进门？还什么天颜不容直视，偏要摘了这破面纱，看看什么样的脸是我不能直视的。既然你自寻苦果，那我便给你这个机会，我允许你摘。我死后，若有贵人前来养父，千万不要。您说，千万不要光图看他的。老爷子那半句没说完的遗言，指的不会是看小姐的真容吧？允许？好猖狂的口气！一个做情妇的小三儿，装的跟什么似的？真当我这个正妻是傻子吗？娘，阿宅，你刚刚莫名下跪被扇耳光，这些都证明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恐怕真是小姐。子夜说的没错，更何况殿临死前交代的那句遗言，我感觉跟他有关。快收手，千万不要意气用事！杨长风，到现在了，你还拿我当傻子耍？他都已经找上门了，把我这个当家主母的身份往地上踩，你还护着他？杨长风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到底在胡说什么啊？装神弄鬼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在我这个正妻面前耍小聪明的下场。妈，不要摘！这面纱呢，我已经摘了，也没出现什么我承担不了的后果呀。来人，把这个给杨长风当小三的贱人，给我乱棍打死！一模一样，小姐，真的是小姐。她真的是小姐啊！那夫人刚刚摘掉她的面纱，还污蔑她跟老家主是那种关系，那岂不是满口误会？你们怎么敢把小姐误会成你们可真是老杨养的好儿孙啊！准备做的挺足啊！现在整容化妆的骗子多了去了，你们还真信了？闭嘴吧！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护着他？你这面纱我已经摘了，什么后果，什么报应，我一个都没有看见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不会让你失望的，还有10年。妈，她好像真是小姐，你快别说了。我都说了，她不是小姐。是了是了，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诸位，我就好端端的站在你们面前，连个头发丝都没少，别说10秒了，就算是10年我都……你的脸，你的脸好可怕！你的脸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的脸怎么了？啊！怎么回事？我的眼睛，他的眼睛！10秒，整整10秒，这不可能是巧合，真的是小姐。领导医师过来。医师，我妈的眼睛怎么样？玻璃的碎片刺穿眼球，夫人的双眼肯定是保不住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，怎么会保
保不住。子夜，快带妈去医院，去医院肯定能救我。你恐怕没那个命去医院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仅剩的4分钟寿命，还是用来交代遗言为好。4分钟？什么意思啊？4分钟？4分钟？无知小辈，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有些脱离世道的东西，不是你有命碰的。你刚才不是说，要是小姐真有能耐的话，就让你遭报应吗？现在你的双眼被刺瞎，就是你的报应。接下来的每1分钟，你都会损失10年寿命。算一下，你能再活4分钟，我都算你长寿了。不可能，她不是小姐，她就是因为被我在外面。总之，1分钟丧失10年寿命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你们休想让我信你们的鬼话！还敢狡辩？我跟你说这么多干什么？你摸摸你脸上的老年斑就知道了。早点交代遗言吧。老年斑？医生，他们在骗我是不是？他们说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夫人，你脸上的黑斑确实像老年斑，而且你的五脏在飞速的衰竭，恐怕活不过3分钟了。什么？妈，怎么会这样？难道她真的是小姐？是我误会她了？可我也只是摘了一条面纱而已，怎么就上伤到死了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蠢货！爸，你以为她是谁？若她不是庇佑杨家100年昌盛的林饶小姐，我又怎会如此谨慎？自寻死路，不要拖上整个杨家！过来，回声，蠢妇无知，冒犯小姐，请小姐责罚。请小姐责罚。请小姐责罚。小姐恕罪。谁种的因，谁去成果，这点道理还需要我教给你吗？你自己造的孽，没人救得了你。不，林饶小姐，是我有眼无珠冒犯了您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就是杨家的小姐，我要是知道，我绝不会摘你的面纱。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死。你真的知道错了吗？是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说那些冒犯您的话，我该死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我该死，求你宽容大度，原谅我这一次，饶了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不，你是怕死。沉舟可补，覆水难收。我给过你机会。这么说，你是铁定了心要我的命？谁种的因，谁去成果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可说到底，我不过是摘了条破面纱而已，看一眼又掉不了肉，你凭什么要判我死刑？我已经都瞎了双眼，还不够吗？你为什么要不依不饶的？你可别忘了，我是子毅的母亲，你就不怕？闭嘴！让他说。我是杨家的主母，子毅的母亲。李老小姐，你今天要是不救我，我不会让他任你做主。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可是爷爷玉帝这……子毅啊，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你母亲丧病吗？现在你就告诉林小姐，告诉她，如果她不救我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认她。你错了。我要哪儿错了？送你儿子给小姐为奴这件事儿，还是当年老杨跪在地上3跪9叩求来的。你真以为什么人都有资格给小姐为奴吗？没眼力劲儿的东西，这些老身当年差远了。所以不是小姐逼着收的，这个机会是老太爷自己
求来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又弄错了。灵饶小姐，刚才是我弄错了人，我现在我也让子怡认你为主。求你，看在你和老爷子主仆一场的份上，求你救救我！谁种的因，谁去成果。我渡不了你。求你，小姐，求妈，妈，妈，死了！我跟爸都说了，她就是小姐，你为什么都是疑神疑鬼的？自作孽不可活呀！冒犯小姐，惹此下场，是他自作自受。以后杨家家谱再没杨夫人，将她抬下去。灵饶小姐，我可不可以求您？杨家祖训，全族上下一切以小姐为主，这一切都是你妈她自作自受，不该求的事情不要求。可我还想问一下，我妈给我存的那一批古董藏在哪儿呢？杨某眼拙，没能第一眼认出小姐，还让无知蠢妇出言冒犯。杨家杨长风向小姐请罪。杨氏一族向小姐请罪。培养出你们这样一群后代，可真是杨惊鸿的福气。小姐，杨家老头的身体和器官好像早已衰竭，本该死在10年前的，像是用药物强行吊了10年的命，好像是有什么遗愿未了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小姐身边的一个奴仆都有这种眼力见吗？是有，那边唤醒他一问吧。不是幻觉，就是他凭空变出来的。杨子毅，过来。去，快点去！把药喂给他。啊！杨惊鸿，回来吧。爷爷，这爷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还误会爷爷，爷爷想让我当男宠，我真该死啊！是老程，你怎么变回20岁的模样了？南山古墓，我呢幸得小姐赐寿100年哦。赐寿？是小姐回来了？真的是小姐，10年了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家主，灵饶小姐竟然真的把老太爷救了回来，这天下间竟有如此神奇之事啊！爷爷，子毅，你这个好，这就是庇护我们中部4族的主人灵瑶小姐，快跪下！约100年，
我以为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小姐一面。小姐，我用续命药苦熬了10年，只为等到这一刻。老奴有天大的苦衷要诉啊！起来吧。100年前，我点杨家为4族之首，将龙鳞扇留给你，以保4族趋利避害。说说吧，4族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小姐，魏家叛变了。叛变？他魏家是怎么干的？魏家的养子诡计多端，从我手里骗走了龙鳞扇，占为己有。龙鳞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啊。父亲曾说过，此扇为金龙片所制，一扇保一人顺风顺水，2扇助一家逆风翻盘，3扇扶一族逆天改命。小姐竟然有如此神异之物啊！我们杨朱、孙魏4家得益于小姐的庇护，成为中部顶流世家。可是没想到魏家贪心不足。10年前，魏霆锋公子找到我，说魏霆锋病气缠身，管我借龙鳞扇3天。我念他也是小姐庇护的4族，就把龙鳞扇借给了他。没想到3天以后，我去他家要，他不但不将宝山归还于，还要杀我灭口。你家里下了毒，为什么？龙鳞扇既然已经给了我，那就是我的。把这个老不死的送回杨家，让杨家好好安葬的。多亏了小姐在沉睡之前给了我一颗保命丹，我才没在10年前命丧魏家。小姐，魏家夺走了龙鳞扇，杀我灭口不成，到后来又倒打一耙污蔑我。现在孙家跟朱家都说我背叛了小姐，可我断绝了来往。魏霆锋他是怎么敢抢小姐的东西的？难道他是活腻了不成？他没见过小姐，以为小姐是徒有虚名。当年我把龙鳞扇留给你的时候，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此龙鳞扇是一位故人赠予我的，100年后我需要靠它与那位故人相遇，对我来说尤为重要，切不可丢失。杨金红，定锦寄于谢。老奴辜负了小姐的嘱托，现在没脸再见小姐。可子义心性纯良，是我们杨家最优秀的后人。小姐如果不嫌弃的话，以后便由子义伺候你。子义，快跪下！啊4族再难齐心，便难以昌盛。以前的承诺便作罢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只会在4族中挑选1人跟随于我。啊，爷，小姐这次出事，是打算扶持异族了吗？他这是没看上我，当奴仆都看不上我，不当就不当，跟谁稀罕似的。小姐，魏霆锋神机妙算，他怎会蠢到如此地步去抢龙鳞扇？换他过来便知。朱正英、魏霆锋、孙无畏，速来杨家见我。什么？杨家门口挂了白灯，难道是谁死了？我最近没关注过杨家，派人去查现在杨家目前的情况。朱正英、孙无畏，速来杨家见我。这小姐回来了。时隔100年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杨九红这个该死的叛徒，竟敢私吞小姐的龙鳞扇。如今小姐回来了，我看他……爷爷，差点把你忘了。给我换套正装，准备去杨家伺候小姐。爷爷，您又疯了！我堂堂中部朱家少爷，您唯一的宝贝孙子，您让我去伺候人？你这小兔崽子！爷爷，您可别忽悠我，说什么灵饶小姐掌控生死无所不能，我才不信！你个小兔崽子！我们朱家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，全靠灵饶小姐的庇护，能给她当奴仆，还是当年我哭着跪着求来的？你敢！爷爷，您就是年纪大被骗子忽悠了，这世上哪有什么无所不能啊？你去不去？别走！我去。走。
去就去，他掌控生死，看小爷怎么拆穿你。我不去，不去，跟我去呀！我孙香今天就是死在这儿，也不能给一个老太婆当奴仆。爷爷，您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臭小子，再对小姐不敬，我扒了你的皮！哎，小伙儿啊，爷爷答应你，就1天，好不好？你就跟着灵饶小姐1天，若你还是不愿意，爷爷就不再逼你。你说的就1天啊？就1天。熬完这1天，我就回来当我的大少爷，我是绝对不会向老骗子屈服的。等小姐回来，她会替我跟爷爷报仇的。你们都被我关了10年了，还这么嘴硬？我被魏家收养这么多年，从未见过什么能耐通天的小姐。小姐会来救我们的。还小姐，死到临头还敢吓我？是我错了。30年前的一次心软，竟然给魏家带来了一个祸害。当年奄奄一息，求着让我收留的孩子，最终还是长出了獠牙。怪我对养子不设防，被他偷听到了龙鳞山的深处，不仅害惨了杨家，还害得龙鳞山被这养子骗走。小姐，我有罪，我愧对于您啊！当年爷爷心疼你，把你带回来，没想到带回来一个祸害。你不仅将魏家据为己有，还骗走了小姐的龙鳞山。小姐不会放过你的。魏峰，收手吧！你现在将龙鳞山送回杨家，放了我跟恒儿还来得及，否则小姐……老东西，还敢拿那个小姐吓唬我？要是真有那个人，他早就来救你们了，怎么可能？果然是太期待小姐回来，都出现幻觉了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龙鳞扇的用处到底是什么？以为骗了龙鳞扇就能逆天改命，成为人上人吗？可悲可笑！现在整个魏家都是我的，谁敢说我不是人上人？等我知道了龙鳞扇的用法，整个中部都是我的。还不说是吧？那就别怪我再打断你孙子一条腿。我倒要看看你们两个到底有多嘴硬。魏景公速来阳山。什么声音？是谁在那儿？清风送灵山，是小姐，小姐在呼唤我。时隔多年，我终于等到小姐回来了。老东西，你少在这跟我装神弄鬼！你们爷俩被我关了10年，也没见他来救你。就算你那个什么狗屁小姐还活着，他又能奈我何？你对小姐的能耐一无所知，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！等着吧，小姐回来了，连死期就到了。那我倒要看看他能拿我怎么样。来人，家主，那个什么小姐是在杨家是吧？去给她写封信，就说龙鳞扇在我魏峰手上，看他敢不敢来取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你们两个心心念念让小姐来救你，我这就给她一个送死的机会。为了龙鳞扇的用法，我跟你们耗了也有10年了。既然你们宁死不肯说，那就让你们那个被称作小姐的老女人来。哼，如果她也不说，你们就都一起死。
我们再坚持坚持，小姐就快来救我们了。爷爷，对不起，识人不清，让你受了10年的折辱。爷爷，我没事，小姐就快来了，我们都会没事的。就好，我们快熬过去了。一群蠢货！当初我是怎么交代你们的？凡是登门的贵客，必重礼相待。结果你们却让那个蠢妇冒犯了小姐。妈已经自食恶果，爷您就别就你，小姐已经给朱家和孙家传了信，他们2家马上就会带着孙子来登门。你给我长点眼，这个奴仆的资格必须是我们杨家的。爷爷，那玲儿小姐明显就是瞧不上我，我又何必热脸去贴冷屁股呢？多少大婚会磕破了脑袋，都想见小姐一面，都见不上。滚！快滚去伺候小姐休息。你要是当不上小姐的奴仆，我们就断绝爷孙关系。这不是老孙吗？听说你这孙子成天游手好闲，不干正事，送他来伺候小姐，不好吧？哎呦，那也比不上你们家那位朱少爷，去公司上任头1天就让股份暴跌5%吧！哎呀，送这么个祸害给小姐，老朱，你不厚道啊！咦，我孙子雷厉风行，小姐肯定会喜欢。我孙子头脑灵活，小姐才会喜欢的。走着瞧，走着瞧就走着瞧。我就是来走个过场的，待1天我就走。说的谁不是一样？这个奴仆谁爱当谁当，小爷当不了一点。再这么说，我也是杨家最优秀的后辈，哎，他都瞧不上我，凭什么让我卑微伺候他？我不要面子的吗？杨惊鸿，回来吧。哎呀，可他看起来好像真的有点东西，要不我还是去吧。哎，不是，要是他嫌弃我不收怎么办呀？少爷，怎么了？少爷，孙家和朱家登门，说要见小姐。这么快？都谁来了？孙少爷和朱少爷都来了，老太爷让你赶快下去一趟。这都来了啊！知道了啊！我去，可他是来跟我抢小姐的。还这么正式，头发还做了。小姐瞧不上我归瞧不上我，你们怎么能用这么龌龊的手段跟我抢啊？哎，不行，我也换套衣服。杨惊鸿，你这个叛徒，你竟然还活着！你将龙鳞扇占为己有，装病不见客，小姐怎么没收了你？杨家门口挂白灯，我还以为你死透了呢。什么？你都死了，又被小姐救活了？这么说，是魏家骗走了龙鳞扇，我们冤枉你了。哎，说来话长了，说的神乎其神的，还把破扇子当个宝。你爷爷平时看起来挺睿智的，怎么这么一听就假的骗人的也信啊？睡了100年，弹指间天地变色，也就他们蠢到信以为真，我才不会被他骗。一会儿等他老婆子来了，我就跟他摊牌，让我做他的奴仆。不可能，让我给一个100多岁老不死的老太婆做奴仆，我爷爷也是老糊涂了。肯定是那老婆子来了。这不能吧？这是那老婆婆的后人吧？要是闲成这样，好像当1天奴仆也不是。不行，堂堂朱家少爷怎么能有这种危险想法？
肯定是他孙女。一会儿等老婆子来了，我们再……小姐，弹指100年，我们终于等到你了。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谢小姐。都年过100岁的人了，就别行如此大礼，坐下吧。爷爷，您老糊涂了吧？都100多岁了，给一个晚辈行礼，你懂个屁！爷爷，你老眼昏花了吧？年龄差距这么大，你都能认错？快把老花镜戴上。什么老眼昏花？我要是没老眼昏花，怎么能把她认成是小姐呢？这位小姐，你能把你奶奶叫出来一下吗？我有事跟她说。什么奶奶？她就是我们中部4族的主人灵饶小姐。你说什么？可爷爷，她看起来才20多岁，怎么可能？不然，你们4族的掌权人为什么会年过100岁，还依旧看上去像50、60岁一样？灵儿，小姐的能耐不是我们能想象的。你要记住啊，朱家能有今天的地位，全仰仗于她。难道爷爷以前跟我说的话，并不是夸大其词，而是真的？可怎么可能啊？现在怎么办？爷爷看着年轻，是因为他保养好。你看他呢，活了100来岁，怎么可能这个模样？肯定是爷爷为了让我服从编造的谎言，我才不会上当受骗。等着，这就跟他摊牌。这位小姐，我不知道您用了什么方法，让我爷爷觉得您无所不能。可是今天，我严肃的告诉你，我朱林就算被打死，都不可能。小姐，老太爷，魏家刚刚送来一封信。你就是那老不死认的狗屁小姐，龙鳞扇就是我拿的。魏霆锋跟他孙子被我折磨了10年，一直在等你来救他，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。都多久没有人这么跟我讲话？我就说嘛，怎么敢有人亏欠小姐的东西？原来是魏家养了这么一个愚蠢无知的养子。魏霆锋的养子叛变了，难怪这10年我从未见过魏霆锋，原来另有隐情。区养子也敢亏欠龙鳞山。小姐，你这次出事，身边也缺少个手脚麻利的后辈，不如叫我孙子陪你一起去魏家吧。爷爷，我还没……小姐，我孙子头脑灵活，让他陪你去比较合适。你孙子不学无术，我孙子才合适。你孙子粗心大意，我孙子才更合适。我孙子合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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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孙子合适。你不合适，你看这两家，为了在小姐面前多露脸，都要干起来。那不来了吗？子夜，小姐，这就是子夜，纯良周正，是您最合适的人选。你弄丢了小姐的龙鳞扇，最不配的就是你。滚！小姐都没说什么，你喊什么？子夜最配，我才配，我配。嘿，你配什么你？你们别吵啊！我都说了我去。这信他刚刚轻轻甩一下就自燃了。我真的没看错。好了，你先说，你刚刚想通知我什么？那什么，我觉得魏家人太不是东西了，要不还是我陪您去魏家吧。啊！你刚刚在门口，不是说要……小姐，我觉得还是我陪您去比较合适啊。小姐，这龙鳞扇是杨家弄丢的，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陪您一起去要回来。当年好不容易把4个不要脸的老东西赶走，现在又来了3个不要脸的小崽子。那就一起跟上吧。刚刚是谁说的？打死都不当奴婆，现在贴上去，脸疼了吧？谁说要跟小姐摊牌的？怎么，现在见到小姐能力不凡，就要舔着脸留下来了？你要脸，有种就别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咱们3个确定要内斗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小姐，
先上车。我去！家主，信已经送到杨家了。下面的人说没有看到年过100岁的老太婆出门，应该是扑回来救人的。我还以为你心心念念的小姐有多大能耐，原来就是一个只会虚张声势的缩头废物。你不是等着她来救你？来了。呸！卑鄙小人，你也配觊觎小姐的龙鳞扇？龙鳞扇是小姐当时交给杨家保管的，爷爷又不是杨家的当事人，他怎么可能知道龙鳞扇的用法？到了现在，你还在夸我？你们四族都是一条心，他能不知道？当年你和那个老不死在书房背着我说的话，我都听得一清二楚。芳儿，你记住了，小姐借给杨家的龙鳞扇，一扇便保一人顺风顺水，二扇能助一家逆风翻盘，三扇能扶一族逆天改命。我们氏族能昌盛100年，都是一段奇迹。你们魏家在100年前就是一群低贱的马奴，能一跃成为顶流世家，靠的就是龙鳞扇。这些都是谣言。谣言？哼！到了现在还不说，那你跟你爷爷活着也没什么价值。我数3个数，你再不数，我就送你们爷俩上路了。魏霆锋，你可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子，你想好了？3、2、1。想知道龙鳞扇的用法，何不来问我这个主人？小姐，小姐，真的是你吗？小姐，这就是庇护我们四族的主人吗？没死，又被他捉到了。我不过是睡了一觉，怎么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？是老奴识人不清，身为小姐的奴才，丢了小姐的脸。哼，在我这装什么主仆情深啊？这么说，你就是那老家伙的后代？你家长辈不敢来魏家送死，所以把你派过来当替死鬼。闭上你的狗嘴！该死的人是……跟我说话要仰视。你趴下。我怎么不能动了？你这个贱人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出言不逊，掌嘴。是不是又被他撞到了？都瞎了，看着我被压着。你很好，怪不得敢来魏家送死，是有2招弄虚作假的手段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几斤几两。
无知者，愚昧又无畏。我怎么又可以动了？家主，家主你怎么样了？你懂中医，快来看看家主的伤势。这个女人有点古怪，待会儿找个借口先离开。太可怕了，这是人能办到的事吗？哎，你看到没有？林饶小姐就抬只手，然后她就飞出去5、6、7、8、9、10米远，我看得见，我没想。你怎么一点也不吃惊啊？啊，那个，3个小时前，我亲眼目睹灵饶小姐让我爷爷起死回生，就面前这点小事儿，有什么好惊讶的？什么？你爷爷真的是被……哎，你们这么大惊小怪做什么？以后跟在小姐身边，像这种事情，以后多的是。你们啊，要尽早习惯。肋骨断了8根，内脏出血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，恐怕要赶紧送去医院抢救。我不管你用的什么招数装神弄鬼，但是这件事魏家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先送家主去医院。我允许你们走了吗？魏峰，你昨天不是说等着小姐来问你取龙鳞扇吗？怎么现在变成缩头乌龟想跑了？小姐，龙鳞扇就在她的手上，不能让她跑了。他走不了，打不开啊！走什么走？不过都是些忽悠人的把戏，吓得你们连动都不敢动的。不是的，家主，这个女人她有点古怪，我们刚才分明都动不了了。一群没用的废物！你还真有点弄虚作假的把戏，但是你要以为老子是吓大的，那你就错了。你要是现在把龙鳞扇使用的方法告诉我，我还能饶你不死，否则别怪我动真格的了。龙鳞扇认主，你动不了，也没这个命动。这不是要跟小姐动真格的魏家主，怎么对我心如此大？你还敢对我耍这些把戏？好，你很好。你们都死了吗？去给我杀了他，打断他一条腿，赏1亿现金，逼问出扇子的用法，拥有魏家5%的股份。5%的股份，好，我也不是吓大的，我们这么多人，还奈何不了你一个女人。兄弟们，给我冲！他们都消失了，这就是爷爷口中的能让天地变色、云万物浮水的小姐吗？我的天哪！那什么，这个我们也要习惯吗？就你们这冒冒失失的模样，还要给小姐当奴仆，真是有失脸面。这不可能，他们没死，这一定是障眼法。对，出来，都给我滚出来！他们做了什么？到底是谁？小姐不是说过啊，就是龙鳞扇的主人魏霆锋100年前贵认的小姐。这不可能，这个老不死的今年100岁了，他认的小姐年龄不可能比他小。
这个小姐怎么可能才20多岁？一介蝼蚁，又怎么能想象出天人的实力？我早就警告过你。老奴恭迎小姐回归。她真的是魏家的主人？啊，这不可能！你对小姐的能耐一无所知，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！等小姐回来了，你的死期就到了。如果魏霆锋以前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，那我岂不是……居然被一个养子弄得如此狼狈？魏霆锋，你若管不好魏家，我会让子辰接手。请小姐放心，不会再有第二次。小姐，他们气息很弱，好像快不行了。有我在，他们死不了。我爷爷承不起我。多谢小姐试药。是真的，这个老东西说的那些话，竟然都是真的。你既姓魏，所犯之事便交由魏家处置，但龙鳞扇之事，是你交上，还是我亲自去取？对，还有龙鳞扇，只要我不交出龙鳞扇，你就不敢拿我怎么样。就算你是魏家的狗屁小姐又怎么样？我现在才是魏家的掌权人，能逆天改命的龙鳞扇也在我手上。我未必怕你，死到临头了嘴还那么硬。这么说，是要我亲自去取了？整个魏家，只有我知道龙鳞扇在哪。你想要取扇，必须通过我。不过，我把龙鳞扇交给你也不是不行。你把他们两个杀了，再扶持我做4大家族的人上人，否则你这辈子都别想得到龙鳞扇。大不了我就把它给毁了。即是残烛，也想为自己争一分生机，但你实在太高估了自己了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竟敢杀我！你就不怕得不到龙鳞扇吗？哼！你真以为凌驾在世道之上的存在会受到你的威胁？警告过你，可你非要落个身死魂消的下场，还敢罢休？身死魂消？怎么会这样？这就是爷爷判了10年的小姐，中部4大家族的主人，更是解救我于苦难的恩人。老奴跪谢小姐出手相救。小姐，100年前我曾承诺将族里最优秀的后辈送给您为奴。恒儿心性坚韧，沉稳聪慧，还望小姐不要嫌弃。还不跪下，拜小姐为主！就是来跟我抢小姐的，又来一个。你们4族难以齐心，4大家族之事就此接过。这次我只会在其中挑选1族跟着我。那从此以后，中部岂不是就没有杨朱孙卫4族了？100年前，我们4族
不过是被小姐指点了几次，短短几年时间，就一跃成为了中部霸主，长盛100年不倒。多谢小姐提点。现如今，小姐只挑选1人伺候，那岂不是能像张先生一样，能助家族一跃成为京城第1的事情？小姐，您刚归来，恐怕还有诸多琐事需要处理，能不能让小恒在您身边先伺候着？准。多谢小姐。笑得这么大，谁要把走这个镜子令，不是个什么好东西。我是第一个见到小姐的，这个奴仆的位置必须是我的呀！我得想办法在小姐面前。哎，小姐，魏家养子死了，那您丢失的龙鳞扇怎么办？该死，让姓杨的小子先跟小姐搭上话了。万物有灵，自有万物为我指路。现在的小屁孩都这么阴险吗？这就是我爷爷一直跟我说的万物扶手。啊，你看到没有？万灵开路，这就是咱们的小姐啊！放开！神经病啊！谁给你咱们小姐？那明明是我的小姐。龙鳞扇之事虽与你无关，但也起因于你。处理完魏家家事之后，去领30棍族法。老奴遵命。你疯了？追我干嘛？做姓张的去！刚被你抢到在小姐面前露脸机会，被搭了整整40秒的时间，给你高兴坏了。都是兄弟，你也得让我雨露均沾吧。回来！别进来，让我先出去！怎么放？让我走！让我走！先放我出去！可让我先走！刚才你跟小姐说了完整的一句话，整整12个字，大家都是跟在小姐身边的人，你别这么自私呗！哎呀，放开我！放开，让我先走！放手！让我先出去！拦着我！他们几个比起我当年抢小姐时，你放开我了！差远了。住了！住了！你们脑子能不能放聪明一点？不要再内斗了！已经被那个姓张的抢先了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啊！狡猾的小子！这是魏峰囚禁我跟爷爷的地方，我在这里待了10年。小姐，魏峰不会把龙鳞扇藏在这里吧？是在这里，东西就藏在这下面。他竟然把龙鳞扇藏在我和爷爷眼皮子底下，难怪这么多年都找不到。小姐，我做事心细，我来取扇。小姐，是那个东西。小姐，是那个东西。小姐，这里面装的就是龙鳞扇吗？就这么一把小小的扇子，一扇能保一人顺风顺水，2扇能助一族逆风翻盘，3扇能扶一族逆天改命。这要是落到普通人手上，岂不是要翻天啊？这把龙鳞扇100年前是用金龙的护心鳞所制，扇子刃主除了小姐与指定的4族族人之外，其他人都不能碰它。这么神奇？那要是其他人碰到会怎么样？其他人若碰了它，便会冰寒入骨，霉运缠身，
不出意外的话，1年之内便会家破人亡。这扇子竟有如此灵效，难怪能得到小姐的重视。100年之后，我会顺着龙鳞扇的感应来找你。好，你可不要弄丢了，弄丢了就找不到你了。100年之期已到，想来他已经在来找我的路上。小姐，有什么不妥吗？这扇子是假的。什么？假的？这龙鳞扇的奇处，在魏家并不是什么秘密。魏家养子虽然将东西藏得很深，但终归会留下痕迹的。看来真正的龙鳞扇早已被人调包了。哇，魏峰这个蠢货被偷家了都不知道。那现在线索断了，我们去哪找真正的龙鳞扇？正愁找不到刷脸的机会，这不就来了？最后留在小姐身边的只能是我。哎，小姐，这龙鳞扇是我们杨家弄丢的，我愿倾尽全力帮你把龙鳞扇找回来，我只需要1个月时间。小姐，龙鳞扇丢失，我们魏家责任重大，请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，我只需2周时间。小姐，我人脉广，我只需1周。哎，小姐，我绝对，你好了，小姐，这什么？让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小姐，龙鳞扇认主，没问题。外人触碰必将灾祸不断。既然你们有这个心，查找龙鳞扇一事便交给你们了。1天之内，我要看到结果。1天？只要我第一个找到龙鳞扇，小姐一定会选我做仆人的。爷爷，我的亲爷爷，你孙子的未来就指望你了。爸，小姐亲自发话，就给我1天的时间查到龙鳞扇的下落。爷爷，你查的怎么样啊？你孙子等您救命了。哎呀，你可一定要帮我呀！只要我先一步查到龙鳞扇的下落，小姐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。这都6个小时过去了，一点进度都没有。这一届的奴仆可真差劲，我身为小姐的忠实奴仆，也该我主动为小姐排忧解难了。喂，我是张子晨，让张家现在的掌权人来接电话。四爷爷，中部魏家被调包了一把龙鳞扇，给你3个小时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都务必给我找到它。这3个小时做不到，看来张家掌权人的位置是时候换个后辈来做了。肯定是我爷爷查到龙鳞扇的消息了。哎，我说你们3个当奴仆有什么好的？还不如早点回家当大少爷去吧。当奴仆不好，你怎么不回去当你的大少爷？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最后留在小姐身边的人，一定是我。少爷，我们这边查到了消息。查到了。我的裤子！姐呢？你疯了？你带着我一个人来干什么？放开！哎呀，我操！你还穿猫和老鼠？你一个看动画片的，跟我们抢什么端茶倒水的活啊？那咋了？先把那小孩淘汰掉！看我的！接着，不行！是孙子，我给你不够带钱！竟然这么我先走。小姐，不辱使命，龙鳞山的消息我也……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看你们查龙鳞扇查得这么辛苦，作为和你们爷爷同龄的长辈，我决定了，
帮你们一把。你怎么能这样？龙离善，我已经查到了，几位孙侄，不必谢我。小姐，这是资料。老东西，真不要脸！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我们4个以后还要再内讧吗？看来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他。我最大的敌人是你们3个。现在想跟我化干戈为玉帛，等我急走姓张，我再跟你们不共戴天。哎呀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进来吧。说说吧，你们都查到了什么？小姐，龙离善确实被魏家的一名佣人调包了，就在年初，这把扇子调到了南省苏家的。小姐，苏家得到龙离善以后就倒霉不断，连如日中天的房地产生意都受到了影响。短短半年时间，苏家马上就要破产了，而且我还查到了。小姐，我查到苏家现在混乱不堪，正在寻求大师救命。还算过关。一群不要脸的小崽子，居然真的查到了。苏家小姐，她怎么给我打电话？我跟苏家可没什么交情。喂，苏小姐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杨少，我听闻杨老太爷卧病10年，今天上午甚至还宣布了丧期。可刚才有小道消息说杨老太爷死而复生，这件事是真的吗？确有其事。所以你们杨家真的来了位能力非凡的高人，是那位高人救活了你爷爷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也知道我们苏家最近灾祸不断，我父母更是被寒气折磨得生不如死。我想请那位高人前来救我们苏家一命。小姐，苏家听说了我爷爷死而复生的奇事，想请您去救苏家一把。那便去一趟吧。没问题，我家小姐答应了。动了不该动的东西，还妄想找大师化解劫数，亏欠龙鳞善的人都该死。大师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你不是曾经说跟我爷爷是同辈的？一把老骨头了，这种事儿交给年轻人吧。别这么着急走嘛。张先生伺候小姐多少年了，你给晚辈传授点经验呗。啊，放开放开！你们这2个小崽子还是嫩了点儿。唉。杨少爷，你们终于来了！啊，救活你爷爷的那位高人呢？怎么没见他老人家来？这位就是救活我爷爷的高人，林饶小姐。这么年轻。林饶小姐，几位少爷，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，还请跟我来。林大师，自从我们半年前得到这把扇子，就倒霉透顶啊！您真能解决我们家的困境吗？这把扇子古怪的很，平常人一碰就如手握岩浆，浑身刺骨的疼啊！可偏偏身上却找不到任何伤口。可林大师握着这把扇子，却丝毫不受影响。看来这回是真的找对人了。隔着手套都能感受到凛寒之气，是老大的龙鳞扇无疑了。林大师，现在我是相信你是真有本事了。自打半年前开始，我们苏家就接连倒霉，干什么都不顺，平时吃顿饭都能吃出半根断针。走在路上，不是天降横祸，就是货车追尾。这半年来，我们真的是过得提心吊胆，尤其是到了晚上，一入夜，我这浑身的骨头就跟泡在冰水里一样，刺得发疼啊！林大师，这把扇子我已经送给你了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苏家的忙啊！帮你们？我可不是来帮你们的。林大师，
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苏家的忙啊！帮你们？哼，我可不是来帮你们的。昨天老大找到我说感知到龙鳞扇被苏家占有。老大，这是星烛，点燃烛心，但凡触碰过龙鳞扇的人，没命活着见到第二天的太阳。去吧。是。百年之期已到，难怪我找不到他，原来是有不知死活的东西横插一脚，敢窥借我送给他的龙鳞扇，简直找死！老大让我来取走龙鳞扇，顺带送你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上路。苏家主放心，一切包在我身上。这是镀心烛，你将此蜡烛点燃，你们苏家便能恢复正常。好。爸妈，我把能救苏家的高人请回来了。为什么我看他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心悸感？这种感觉比我见到老大的时候还要强烈数倍。幻觉，肯定是幻觉，他怎么可能比老大还厉害？爸，你别看灵儿小姐年轻，但她是真的有本事，有她出手，我们苏家一定会好起来的。麻烦这位小姐白跑一趟了，我们苏家的问题已经被林大师解决了。你也是，怎么不打个招呼就把人请回来了？你说的解决，就是你手里这根噬心烛。他怎么会知道噬心烛？什么噬心烛？苏家主，都说一事不抢二主，你这是信不过我，还是瞧不上我？哎呀，林大师，您息怒啊！你怎么把一个花瓶带回来胡闹什么？赶紧把他给我送走！放肆！又是一个愚昧无知的老邓。哎，要不是龙鳞扇在你们苏家，就凭你们，这辈子连小姐的面都见不到。又来一个窥窃龙鳞扇的蠢货！老大送出去的东西，也是你们这群凡夫俗子有命染指的。原来也是为了龙鳞扇而来的。哎呀，很不巧啊，这龙鳞扇我已经转送给林大师了。我们苏家的问题已经有林大师帮忙解决了，那就不劳烦各位关心了，还是请回吧。他可不是来救你们苏家的。灵儿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根噬心烛一燃，但凡触碰过龙鳞扇的人，都将活不过第二天。你少在这里诅咒！一个小姑娘怎么会有这么强横的气势？胡说八道，根本没有的事。苏家主，这镀心烛是我祖上传下来的至宝，唯有它能帮你们度过危难。倒是他，看样子不过20出头的模样，怕是连书都没有读完吧？这种人能有几分可信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取扇的准备工作做得倒是充足，但这龙鳞扇不是你该碰的东西。苏家之事我无意插手，但我的东西你带不走。这龙鳞扇是你亲手交上，还是我去取？我就怕我交给你，你没有本事拿。更何况龙鳞扇是苏家主悬赏给救命恩人的东西。苏家主，你说是吗？是。爸，快把扇子给灵儿小姐，她真的不简单。杨老太爷卧病10年，明明已经死了，就是灵儿小姐救回来的。什么？一个人死了还能复活？这种鬼话你也相信？爸，你就算不信我的，也该信杨少爷的吧？苏家主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你现在呢，双手奉上龙鳞扇，跪求小姐救你们苏家一命。你们呢，还有2成活命的机会。否则呀，你们苏家就等着。你是中部杨家的大少爷？一个替女人搬凳子擦灰的狗腿子，也敢冒充杨家大少爷？爸，他真的是杨子怡，你要相信我。你真是蠢得无可救药！一个替女人端茶倒水的狗腿子，怎么可能是杨家大少？
林大师，您帮苏家解决困境，这龙鳞扇给您了，就是您的啊！苏家得此下场，也算不冤。切，这可是苏家主亲口说的，扇子归我的。这位姑娘，我劝你还是收起心思，毕竟龙鳞扇认主，后果可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。你错了，我不是在跟你商议。回来。怎么会这样？老大的东西怎么会听这个女人的话？他握在手里，怎么跟没事人一样？我是因为戴了老大给的手套，才能手握龙鳞扇。他怎么也可以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告诉你，我家小姐就是龙鳞扇的主人。不要脸！明明我老大才是龙鳞扇的主人，可他给我的感觉实在太可怕了，不能硬刚，先回去。原来是这样，既然龙鳞扇选择了你，那我就不多纠缠。等着吧，现在就回去找老大。敢惦记龙鳞扇，老大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。告辞。林大师，这老公，他也能碰龙鳞扇，而且看着好像比林大师更有本事。咱们会不会选错人了？不会的。爸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吗？半年前我就跟你说，来历不明的东西不要碰，你非要把那扇子买回来。现在我跟你说，林瑶小姐才是能救我们苏家的人，你又非要听什么林大师的话。爸，你现在跟林瑶小姐道歉，求她救我们苏家还来得及啊！林瑶小姐，苏家愿意把龙鳞扇还给你，求您网开一面，高抬贵手，救救我们苏家吧！林瑶小姐。一个女娃娃，还真想让我屈尊求她不成？苏家之事与我无关。林瑶小姐，我爸他只是识人不清，刚刚他说了一些冒犯您的话，我向您道歉，求您高抬贵手，帮帮苏家吧。你给我起来！这是林大师给我们的定心烛，只要蜡烛一燃，一切灾祸都能扫平，我们用不着求他。爸，林瑶小姐都说了，这个蜡烛根本不能救苏家，还会让我们情况变得更加糟糕，你怎么就……这都是他抬高自己的说辞，我就不信林大师还比不过一个20岁出头的女娃娃。将死之人，其言不究。走吧。林瑶小姐，你清高，我们高攀不起你，可你也没必要诅咒我们是将死之人吧？老公，咱们现在就把蜡烛点上，好让他知道，做人不要太自命不凡。好。爸，他疯了吗？非要自寻死路？爸，万一林瑶小姐说的都是真的，咱们苏家就真的无力回天了。哎呀，你懂什么？杜心烛一燃，我们苏家将重回半年前的运势。林大师绝不会骗我的。哼！灵饶小姐，你看到蜡烛，我们已经点了。苏家有林大师出手帮助，就不劳烦您端起架子来。愚不可及。这怎么突然就变黑了？我记得我妈摘下小姐面罩的时候也是这么大动静，该不会这苏家真活不过第2天吧？走，快走！没事，只是变天了而已。是苏家先祖的牌位，怎么就突然碎了？苏家先祖的牌位怎么突然碎了？妈，这是我的传家镯子啊！这是我戴了30多年的镯子，怎么就这么巧？
快起来！老公，该不会真的出什么事吧？应该就是巧合。那林扰刚才就……爸，刚才的动静你说是巧合，牌位跟妈的镯子碎了，你也说是巧合。那他呢？你还觉得是巧合吗？这窗帘怎么会自燃？这快去打水灭火！是。家主，不好了，停水了！你说什么？快给消防队打电话，让他们来救火！是。怎么会这样？一次两次是巧合，可现在已经……难道真像那女娃娃说的那样，蜡烛一燃，我们苏家少侠活不过第二天？他若是没几分本事，堂堂杨家继承人，又怎么会对他卑躬屈膝？为什么？你就是不愿相信我？女儿，难道那真的是杨家少爷杨子毅？这是杨老太爷，他真的是杨大少爷。老公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想错了？我看走眼了，那姓林的根本就没有安什么好心。快，现在他还没走远，我们赶紧求他回来啊！快！小姐，该不会是那苏家自食恶果，开始反悔，来求您出手相救了吧？蜡烛已燃，他们没那个命再见我第二面了。神都已经到门口了，难道还能见不到？喝完这杯茶，就让他离开。好。慢点。林让小姐在苏家所说的话全都灵验了，好在时间还来得及，我们马上就要见到林让小姐了。从苏家到这里不过100余里的路程，我们却出了多次意外，差点丢了性命。刚买的新车就爆胎，差点冲进江里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水箱打开来看一下。新车呀，怎么又坏了？接着又遇到车祸。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差点错过了高人。女儿，快点带我去给林饶小姐赔礼道歉，无论如何都要求得她的原谅。爸，你要是早这么想，该多好啊！来得及，只要能求得林饶小姐的原谅，一切都来得及啊！快走！爸，你怎么样，爸？爸，你快醒醒啊，爸！哥哥，弟弟，我们马上就要见到林饶小姐了，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不是真的。妈，你怎么了，妈？你不要吓我！妈，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？明明就要见到林饶小姐了。死了？小姐说苏家没命再见她第二眼，所以他们就是到了门口也会丧命吗？求杨少爷替我转告林饶小姐，苏家苏雅求救，求小姐救我父母性命。小姐说了，蜡烛已燃，世间生死皆有定数。喝了这杯茶，就离开吧。小姐，茶他喝了，他说以后不会再来打扰小姐了。
龙鳞扇已经拿到，也是时候换他来了。喂，少爷，咱家门口来了俩兔崽子闹事。什么？杨家出事了？好，我知道。小姐，杨家来了2个人，放话说是要灭了中部4族。老大，我都查清楚了，中部杨、朱、孙、魏4族都是那女人的奴仆，他们没一个好东西。一群凡夫俗子，敢抢我的东西，你们统统死定了！敢来我杨家闹事，我看你是找死！好，老大打得好，让你们那个什么狗屁小姐等着啊！敢抢走我老大的龙鳞扇，也不想想自己有没有那个命用。这小娃娃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他怎么有这么恐怖的实力啊？给子怡打电话了吗？我已经知会少爷了，少爷说他们马上回来。这么弱的实力，还敢染指我送给他的龙鳞扇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小少爷，你慢着点儿。这宝扇呢，自在100年以前就是我们家小姐的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呀！误会？你们这群该死的强盗，害得我苦寻1、2个月都找不到他半点踪迹，还敢说误会？我要杀了你们！不是这样，这宝扇就是我们家小姐的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呀！之前我在苏家，那个狡猾的女人亲自从我手里骗去了龙鳞扇，还说龙鳞扇是她的，我亲眼瞧见啊！你还敢替她狡辩？你呀，实在是可恶！该死！你们都该死！我先杀光你们，然后再去找那个坏女人算账。完了！我刚被小姐救醒没几天，又要死了！哎呦！你要找谁算账？小姐回来了，老大，就是他，他就是抢走你龙鳞扇的强盗，还以为你缩在外面不敢回来了呢，来得正好。好啊，还敢回来？我倒要看看是哪个自寻死路的东西。抢走我龙鳞扇的时候，没想到吧，我还有后台。现在我老大来了，我劝你啊，速速把龙鳞扇交回来，否则我老大发起火来，后果可不是你能够承担得起的。你说抢走龙鳞扇的强盗是他？是啊，你这蠢货还敢说话！原来我是强盗啊！不是什么强盗，没有的事。主人，相隔137年52天4时19分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是137年前被你救过的那条龙啊！你怎么能这么无情？你怎么能忘了我？早知如此，我去养什么伤？我不如死在你面前，当你的白月龙算了。没忘，只是时间隔得有点久，有些恍惚了。真的没忘吗？那为什么我送你的东西你都不要啊？那是我最重要的护心灵啊！我只是借给他们一用。喏，现在已经还回来了。他说什么？100多年前的一条龙？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？这下好了，又来一条跟我抢小姐的龙。主人，跟在小姐身边1天，把这辈子没见过的事全给见过了。哎呀，原来你是老大的主人，这么大的事儿，老大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的肋骨是不是被打断了？好痛啊！我刚才说了吧，可能是误会，现在误会解除了，咱们又是一家人了。要不然我给你请个医师去。快是啊！这都100年过去了，竟然还是个5、6岁的模样，真是心机颇深，不择手段，还已经粘在小姐身上1个小时04分钟了。不要脸！我觉得
我们有必要消化内部矛盾，先解决外事。你说的对，主人，我这些年过得好苦。跟你离别后，我就遇到了一个叫白宁的坏女人，她剪断我的龙指甲，说要研制龙涎香。你看我的龙指甲都被她夹断了，100年才长出2毫米。龙涎香？对，她非说这个是做龙涎香的材料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主人，你要为我报仇啊！龙涎香可治世间奇病，这倒是提醒了我。好啦，我看看，我们没有指甲也很好看啊。真的吗？当然。那我把剩下的2毫米都剪了，给你做龙涎香，好不好？好。小姐，我们也能为您炼善制香。虽然我们没有龙鳞，但是我们有腿骨，你可不能不要我们啊！小姐，不能不要我！小姐，主人，小姐，别忘了，还有老奴我呢。小姐。